别看现在魏无羡在蓝启仁面前上蹿下跳，好不快活的，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他心里也是有点怵的，生怕蓝启仁看他一眼就要折寿3年。以前他可以不把蓝启仁当回事，叫他老头老古板，但现在不行啊，蓝启仁是蓝忘机叔父，就也是他的叔父。一想到这一点，魏无羡就恨不得穿越回过去那个自己，哪怕给蓝启仁稍微留点好印象也成啊。所以那阵子他们不怎么回云深不知处，魏无羡没提，蓝忘机就也陪着他。然后有一回夜猎途中，他们俩正好遇上外出散心的蓝曦臣，3人就聚在一起吃了顿饭。魏无羡心想，蓝大哥现在也是他大哥了，那便不能对他的烦恼坐视不管，插科打诨又是他最擅长的事，就有意陪着对方说些好玩的事。说着说着，很快说到蓝忘机身上去了，于是2个人当着本人的面聊起了蓝忘机小时候的事。蓝曦臣悠然道，母亲喜欢龙胆花，忘机就要帮她种，可是我们1个月只能见母亲1次，忘机就跟叔父说，他只去帮忙种花，不见人。魏无羡哦了一声，笑道，还有此事。他看了蓝忘机一眼，蓝忘机也看了他一眼。魏无羡的脚在桌子底下踢了踢蓝忘机的。蓝曦臣喝了口茶，继续道，等花都开了，母亲还喜欢摘了花往忘机头上戴，忘机每次都板着一张脸，但最后还是让母亲戴了。魏无羡道，哈哈，他现在也是这样的吗？是不是啊，蓝湛？蓝忘机虽然说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他也不介意魏无羡知道，但蓝忘机还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说要给魏无羡煮醒酒汤，起身去厨房了。魏无羡眉毛一扬，知道他羞，没硬让他留下，等人走了，才继续拉着蓝大哥兴致勃勃地问。蓝忘机知道自家兄长说话有分寸，也不担心他会多说什么。煮了醒酒汤端回来，走得好好的，远远的却注意到屋里的情形似乎有些不对劲，那些叮铃哐啷，还有哈哈大笑的声音，是怎么回事？他赶紧推门进去一看，却见魏无羡和蓝曦臣一人拿着一只酒杯，喝得正过瘾。蓝忘机眼睛都睁大了，魏无羡，哈哈哈哈，真的吗？蓝湛他真的说他想吃西瓜皮。蓝曦臣，是啊，无羡。有天他突然问我有没有吃过炒西瓜皮，我问他是谁告诉他的，他还不肯说。魏无羡，哈哈哈哈，那必然是我告诉他的。蓝曦臣，我想也是。魏无羡，兄长，来，喝酒。蓝忘机，蓝曦臣，无羡呐，你可知道，在你走后不久，忘机还把你送他的2只兔子养起来了。魏无羡，哦，这我倒是知道。蓝曦臣，他还给兔子起了名字。魏无羡，什么？这我可不知道。兄长，您快告诉我。蓝曦臣，那可是好名字啊。一只叫。蓝忘机猛地冲上前去，挡在自家兄长面前，冷声道，兄长，您喝醉了。蓝曦臣抬头看他，哦，是忘机呀。忘机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正在和无羡说。蓝忘机道，不必麻烦兄长，我自会跟他说。魏无羡道，别介啊，兄长，蓝湛到底管我的兔子叫什么？蓝曦臣，叫。蓝忘机急切道，兄长，我扶您去休息。于是一阵兵荒马乱。2人走后，魏无羡捶桌大笑，哈哈哈哈，蓝家人这酒量果真是遗传的，想不到蓝湛以前还做过这种事，哈哈哈哈哈。笑够了，人也冷静了，想到了后果，不禁眼皮一跳。他把酒杯放下了，蹑手蹑脚的起身，36计走为上。结果刚一打开门，就看见蓝忘机站在门口，高大的身影完全拦住了他的去路。蓝忘机面无表情道，魏婴，你要去哪？魏无羡嘴角一抽，讨好笑道，蓝湛你回来的真快啊，哈哈哈，啊蓝湛。蓝忘机一把抱住他的腰，直接将他扛在了肩膀上。魏无羡道，蓝湛你做什么？他双手双脚胡乱扑腾，蓝忘机一句废话也没说，抬手就在他臀上拍了一下。魏无羡瞬间噤声。蓝忘机扛着他就往房间走。魏无羡早就不慌了，趴在他背上幸灾乐祸道，那什么，蓝湛呐，你兄长没事吗？蓝忘机道，没事。他大步迈入房门，毫不留情地把魏无羡扔在床上，然后轻身压了上来，道，先算账。
魏无羡却嘿嘿一笑，2根手指点在他嘴唇上，等等。蓝忘机，什么？魏无羡道，你先说，你给我送你的兔子起了什么名字？蓝忘机，魏无羡道，不说呀，不说就不给亲了。蓝忘机，魏无羡道，你说过不会有事情拒绝我的。蓝忘机，魏无羡，要不你对我用强也可以。蓝忘机僵持片刻，他终于还是败下阵来，红着耳朵尖儿，贴在魏无羡的耳边，轻轻地说了几个字。魏无羡品了品，道：“哦，的确是好名字，不愧是你。”蓝忘机已经不给他把话说完的机会了。